大家好，我是道义文斌。今天我们来谈头发的问题。就是一个人突然之间他斑秃了，突然之间他掉了一块头发。这种情况从小孩开始到成年人，各种年龄段都会发现。然后这种病呢，它会突然引发病人的那个很恐慌，因为突然之间的影响他的形象。然后在说头发以前呢，我先补充一个，目前非常流行的叫自然疗法。然后我看到很多国内外的那个博主都在谈这个自然疗法，然后要吃这个植物要吃那个植物的这种情况。但是我要说一点是，如果说是自然疗法，没有一个比中药，我说的是古典中药，没有一个比古典中药更有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这个远古中医的古典中药像什么？像一个专业的拳击手，就是他打拳的话，一个直拳，一个侧拳，它是有套路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这个药都是成方的，这个方子都是互相配合的，里面好多那个自然的东西都是互相配合的。而你在外面看到的，不管是多厉害的专家说的自然疗法，它都是一个个的组合，按照它的逻辑排出来的组合，并没有像古代一样成方。而我们这种方子的组成的原则有很多是匪夷所思的，也就是说，有可能是上个文明传下来的。所以说，古典中医或远古中医，或者说是经方，是最完美的，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自然疗法。好，那我们说到这里呢，那个就那个回来，把话题收回来。我们说那个头发突然掉了一块。那在中医里面，头发是什么？那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说相，它的相是什么？那如果是金木水火土，你看哪样东西是在不断的生长的？那明显是木。所以我们可以凭这个断定出，头发就是属木，木就是肝，就是胆。你看上去毫无道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中国文化，不能说是现在的中国文化，是古中国文化，秦朝以前的中国文化说相。其实西方人也说相，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区别，我们的相往往是逻辑的终点，一个相就判断出一个结论，而西方人说的相，它是一个逻辑的起点，他用相来推出新的相啊，这个是其实也不矛盾，如果把两面融合一下，那是个非常好的那个情况。然后我们说头发属肝，其实那个在我们的传统中医里面说的头发，往往是把它归结于肝和肾。肝主管头发的生长与脱落，肾主管头发的颜色。那你头发有点白，据说是肾有大的问题。有可能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那然后说回来，那既然是这个人的头发是斑秃了，突然脱发了，那它是属于肝，那我们主要的治疗方法，那就是柴胡剂加上牡蛎。那这个柴胡剂，你根据它的情况，这个柴胡剂有可能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，也有可能是小柴胡加牡蛎，也有可能用
大柴胡加上牡蛎，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用四逆散一类的，这个要看情况。这个呢，请大家稍微咨询一下专业一点的中医。我提醒你，我说的中医不是大陆的这种十方派的中医，而是经方派中医。这种人非常少，非常少，所以大家要仔细的去鉴别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补充一下这个牡蛎的问题。中药学它有个特点，就是我们最厉害的中药学著作都已经失传。目前如果你去看外面的中药知识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就是持着那个半信半疑的态度去看，因为大部分是胡说，我可以这么说。那经方的话，很多定方原则的话，它有很多最后定方完全是靠什么？靠单位的中药来判断我这个方子好用还是不好用，或者是简单的加一个药或者减一个药，一两个药来这么判断。那我这个地方这个头发的话，往往是人家对龙骨牡蛎这个他分不清。那大家知道龙骨牡蛎是潜阳的，所谓潜阳，那它是一个虚的概念。如果它某个地方很热，你还要潜阳干什么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它是一个虚的概念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，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龙骨它往往把它归到灵魂的精神的这个层面，牡蛎的话往往是物质的层面，像出汗，像那个遗精，像那个掉头发，这个都是物质的层面。所以大家注意，在本方里面可以不加龙骨，当然你要看情况，如果他有很多精神方面的问题，你可以加龙骨。好，中药调理是很简单的，伤害很少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买药吃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发邮件来咨询我。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